原来这幕惨剧是做给全体军人看的，即俗语所谓杀鸡给猢狲看。接着一声号令，上万个军人寂静无声跪在地上，台上已经放着一架唱机和话筒，有几个高级军官诚惶诚恐地捧着一张用黄金包裹着的唱片，放上唱机，播出一篇演说词。后来才知道是日皇宣布投降的诏书。演说词播完，全场军人都抱头痛哭。只见许多军官依次抽出指挥刀，放在台上那把椅子的前面。那把座椅原来即代表日皇的皇座。这些军官的人数几何？这时我也不敢看了，深恐他们散会时发现我这个穿长衫马褂的中国人，不知会引起什么祸端。想来总是凶多吉少，不如趁着所有日本军人哭成一团的时候，想办法尽速离开。因为钟楼上望下来，军人坐的汽车卡车已经塞满了外面的通道，我大可以利用这些车辆来做掩护。于是我手里拿着那张非常出入证作为护身符，向跑马厅另一面即新世界南部的后门走去。看到跑马厅外面国际饭店、金门饭店等高大建筑物的窗口中、屋顶上都挤满了人。我敢说，这悲惨的一幕并不是我一个人看到，看到的人至少有1000人以上，不过没有人像我那样亲历其境。上海的跑马厅要比香港的马场大得多，所以我走得很辛苦。等走到新世界后门时，一看大门早被日本人封锁，这一点出乎我的意料。但是我站的地方已是日军视线所不及，我的胆子也大起来，心想我必定可以安全地逃出重围。那时我顾不了许多，因为跑马厅沿静安寺路一带没有围墙，只有铁栅，便决心爬出铁栅。栅高约6尺，不过绕着有刺的铁丝出去大有困难，我就把衬绒袍子马褂脱了下来，盖在铁丝和铁栅的尖头上。这时也不知哪里来的一股勇气，我一下子便爬了出来，跳到栅外的沟中。这条沟极狭，不过1尺深，下雨时有水，天晴时只有干枯的野草。我一跃而下，跳在干草之中，一点没有受伤，举目四顾，还怕外面有什么日本军人守着，所以仍把那张非常出入证拿在手中，以防万一。但是望了好久，根本不见日本军的影子，连警察也没有。8年怨气一旦倾吐走出重围之后，我反而周身无力，举步艰难，好容易挨到国际饭店，先上3楼孔雀厅坐下来。也不知道大家从何处得到消息，在窗口目睹了日军的悲惨下场。孔雀厅中早有成百人在那边大开香槟，一个个碰杯狂饮，庆祝抗战胜利。这时我的精神也为之一振，但是身上未带分文，不能买酒。幸而相熟的朋友很多，虽然见我只穿了短衣衫，狼狈非常，大家也不问情由，纷纷拉我去同饮。原来那时国际饭店中人也如痴如狂的随便客人取饮，不给钱并不在乎。这时候的情况真所谓普天同庆。8年来的怨气，大家得到一个倾吐的机会。同盟国美国军舰开进上海黄浦江，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，中国长达8年的抗战结束了。兴奋过度，情不自禁，我想到了回家。可是日本投降的刚才那幕惨剧已经结束，无数日本军车由跑马厅中开出，所有军人都已把枪械缴出，一车车开回虹口和大西路。这时静安寺路交通已断，我无法回家。打电话到家中，电话线已挤得根本接不通，
足见上海人都在打电话互相传播日本人投降的消息。幸亏国际饭店的经理卢寿联军和我很熟，我要他替我开一间房间，不过我说不能先付钱。他说，昨天房间还住满了日本大亨，到了下午7点钟左右，陆陆续续的都搬走了，所以空房间多得很，你付不付钱已不是问题了。他就立刻替我开了一个房间，我进房倒下去便睡着了，不过睡了约半小时，心头怦然一跳，一跃而起，想起家人一定牵挂着我的行踪。于是我不顾一切不断地打电话，大约打了半个钟头才打通。我告诉家人说，我现在睡在国际饭店，安然无事。打罢了电话，重新入睡，不到1刻钟又惊醒了，因为迷蒙之中幻现出一批白衣囚犯被枪决的情况，觉得恐怖得很，再也睡不着。于是又跑到顶楼一个名叫云楼的小酒厅，再向上走一条小梯，即是天台，在那里眺望跑马厅的情况。只见那边有很多正在焚烧的大小火头，因为没有望远镜，看不到在烧什么东西，只见许多纸灰飞扬在天空中，照我的推测是在烧毁卷宗。一部分火头是架着木头烧的，而且随风吹来一阵恶浊气息，我想可能是烧反战囚犯的尸骸。后来据我的家人说，烧尸体的臭气历时很久才消失。看过之后，我回到房间中，家人已将衣服送来，2个学生也赶来问我经过的情形。我说，现在我没有精神再说了，你们赶快替我去买报纸。可是一倒在床上，反而觉得先时饮的酒，酒性开始大发，一会儿昏昏入睡，直睡到傍晚才苏醒过来。醒来一看，床边一张报纸都没有，后来才知道报纸出版后一抢而光，足见那时上海人已经开心到发狂一般，人人争先恐后的要看报纸。